你有机会可以跟毕卡索相处一天。你根本就不是 ESTJ， 你是。饱含着东方神秘草药文化内心蜕变、内心升级的方法。宇宙是丰盛的，什么样是不对的人？大家有没有想过？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前一阵子呢，和大家分享了今年度的防晒好物，大家都说没有看够，还想看，这不就来了吗？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了夏天，好像特别容易想要重启自己一下，更新自己一下？我自己就是，每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就特别想要把那些丢掉的运动再捡回来，然后把曾经有做过的计划再抓一抓，之前想过但是没有好好执行的一些美白啊、保养的小方法，就再重新用起来。这其实是有说法的，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白天的时间就特别的长，光照呢也比较强。相较起秋冬，常常会觉得情绪很阴郁，或者像在春天的时候，常常会想要睡觉。夏天比起来，你会觉得整个人会更加积极一点。而且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就更加的快，所以不论你想要减肥啊，还是排毒，这个时间段就是最好的时机。再加上呢，夏天是一整年的中段，你刚好可以检视一下年初立的那些 flag、那些计划、那些目标有没有整个大走中，还是有执行的很好。刚好是一个检查的好时机。所以呢，今天就要趁着这个老天赐给我们的好时机，来和大家做一个夏日升级计划。不光是在外在，还有从心灵、社交、生活节奏全方位的更新自己，绝对是大家看过最值得的夏日保养策略。今天这集我想一想内容，感觉非常的丰满，我觉得应该会比较长，但是保证大家看完动力满满。OK， 那我们就开始迎接新的自己吧。今天这个好老派。要维持漂亮真的是蛮麻烦的，从皮肤，然后到指甲，到头发，到睫毛，到全身的体毛管理，真的是有很多的事情。作为 J 人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被事情牵着鼻子跑，包含保养。你本来是 EN 什么 ？ESTJ。你根本就不是 ESTJ， 你是 JJJJ。好，那就作为一个 JJJJ 呢，我连保养都是有一个保养日历的，在我的手机里面呢，会有专门属于保养的一个小日历，然后呢，我就把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要做的事情，我就全部都把它列下来，再把这些事情呢集中安排在一个时间段去进行。比如说呢，每个礼拜五就是我的大保养日，这一天呢，我从早上开始我就会做发膜，然后修眉毛，再到全身的体毛管理，再去护养我的指甲，反正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在这一天去进行。再来呢，因为现在每个礼拜都要拍片嘛，每一次拍片前，我一定会有美容仪来临时抱佛脚。还有些耗时比较短、不需要耗材的美容仪呢，我就会在每隔一天的洗漱之后来做。我会把刚刚说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放在我手机的待办事项有一个日历里面，然后每天早上起床呢，我就会看一下今天要做的哪些事情，然后做一个勾一个。这些事情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检视一下自己的习惯有什么，再把它整理下来。我们在之前分享高效工作那一集里面呢，就有和大家分享过，人一天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微决策，减少微决策呢，可以减少我们日常的疲劳感，进而帮我们更高效的生活。这样呢，你也比较不会突然之间就觉得说啊，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啊，不行，我要快点打电话预约，每天慌慌乱乱的还做不好保养。前阵子和大家分享防晒心得的时候，就有很多观众敲碗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美白的心得？关于美白呢，我其实之前和大家分享过一些，在美白上面，我是一个比较保守、比较长情的人。如果觉得一个产品好，我就会一直用它。有一些特别夸大宣传效果的产品，其实我是不太敢用的，包含一些口服的或者一些针剂类的医美产品。现在有一些宣传真的非常的夸大，说是可以改变你的肤色，把你非常黑肉底变成一个非常闪亮亮的白到发光的那一种。我个人是不太相信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他是有一个出厂设定的肤色的。比如说陈老师，他出厂设定就非常的白，他当兵的时候啊，整个黑到会发光，可是他退伍没多久，整个就又白回来，衣服脱下来就超级白，超级。真怕我。但是呢，你看啊，同样是我们一家人。Lisa 就是完全的黑肉底，我们都在猜是不是隔代遗传。在这里呢，教大家判断一个你怎么样可以看到自己最白的样子。大家可以偷偷的把自己衣服拉开来看一下自己胸部的颜色，或者如果不方便啊，就把手举起来，就看这种手腕内侧或者你的手臂内侧这种地方的颜色。对面看得很认真，这2、3个地方呢，都是我们平时不太容易风吹日晒的地方。理论上，这些地方被保护得非常好，就是你全身上下最白的部位，也就是说，不论你如何做
保养，不论你如何做美白，你的人最白也就是到这样子的白度而已了。所以当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可以变超白，你可以变成某某明星那样子白到发光，那我觉得就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或者说它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安全。我有个朋友，他的皮肤天生就会偏黄一点点，然后不均匀一点点，他的处理方式就还蛮有意思的，蛮有趣的。他没有疯狂的去追求美白，而是去使用了一些那种美黑的喷雾，不是那种助晒油，就是喷到脸上之后抹开之后，他的皮肤会往偏黑偏健康一点点的去兼容，然后整一个皮肤看起来呢是非常均匀，就显得整个人气色非常的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借鉴的一种变美的思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变美的方法，它不用去跟风，而是去找到自己可以最舒服、最舒适又最简单、最自信的变美的方法。我更期待的皮肤状态呢是健康，然后均匀，不要暗沉。除了像日常那些瓶瓶罐罐的保养之外呢，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喜欢使用美容仪，我应该是使用美容仪的先驱。那针对我脸部的一些斑斑点点、一些均匀的这个问题呢，我使用的最多的是 YouLike 的超光炮。那我这款呢已经不是新款了，因为去年就已经买了嘛。那关于这款机器用了哪一些科技，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一集。我真的用超久，平时也陆陆续续有很多观众问我一些关于这款机器的一些疑问，所以呢，就借着今天的这个主题，我来集中回复大家一下。第一题，非常多人问，有效吗？是智商税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真的非常多人关心，毕竟一台买下去也不便宜，所以有效这件事情应该对大家都非常的重要，包含对我也很重要。那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呢，我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维持我皮肤状态上。因为我在生完 Chris 之后啊，我脸上多了一些斑斑点点，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固定去打 M22的雷射。那在生完 Lisa 之后呢，我打 M22的频率也差不多是1个月1次。但是呢，我后来用了超光炮之后，我常常变得会忘掉去诊所，忘掉去补那个雷射。诊所不是都会有卖那种次卡吗？我们那个诊所是3次一卖，我那个3次的卡可以用到1年，变得超级懒去诊所。因为我脸上除了这个胎记和偶尔冒的几个痘痘之外呢，就靠这样子在家里保养，也几乎没有什么斑点。雷射的效果可以延长超久。那这些呢都是我个人的感受，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每个人的肤况都不一样，期待也不一样，大家记得要理性购物。第二个问题也是很多人问的，会痛吗？这台机器呢，它有3个模式，在第一个模式 NIR 牛奶机，也就是一个连闪模式之下，会有一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的声音，但打在皮肤上是不太有什么很明显的感觉的。那另外2个模式呢，就是修护和亮肤这2个模式，是按一下然后打一下。我个人的习惯是在一个斑点的地方就这样按2到3下，打2到3下。这2个模式之下呢，它就会有一点点的感觉，但是因为它打完之后啊，它这个探头马上会变得很冰，一有感觉之后，它就马上给你冰敷，那个痛觉就会降低到你几乎感觉不到。我个人感觉痛觉的对比，如果诊所打雷射的痛觉是10的话，那这个痛觉大概是1，这样好理解吧？第3题，想知道安娜平时怎么用？我使用的时间呢，刚刚有说，就是在晚上我洗漱之后，脸上什么都不擦，我就直接开始用。因为这一支它相比起我其他的一些美容仪来讲，你可以不用凝胶，就不用2次清洁皮肤，我觉得非常的方便，而且拿起来就用非常的直觉。关于大家很好奇我怎么用这3个模式，大家在买这一类的美容仪产品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去看说明书，耳提面命看说明书非常的重要。几乎每一个说明书上都会有建议你如何使用的方法，那你 follow 这个方法呢，就不太会出错。我自己比较习惯的模式呢，就是先用这个 NIR 牛奶机的模式，先全脸扫个3遍。这个模式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可以刺激你全脸的胶原蛋白生长，可以让你的皮肤更加嫩白。然后像我下颌这边呢，会有一些红血丝，皮肤比较薄的地方，或者我一整天下来皮肤有些比较敏感泛红的地方呢，我就会用这个第2个就 redness 修护这个模式。然后像刚刚讲的，就是直接对着那个有问题的地方按2到3下。因为这个模式呢，我自己感觉它可以非常有效的让皮肤舒缓，整个状态稳定下来，减少泛红。再来针对脸上的一些痘印、斑斑点点的地方，像有些晒斑，像我眼角这个区域就是比较容易有斑的一个地方。那针对这些地方呢，我就会用这个 Brighten 亮肤的模式，一样是对准我自己觉得有问题的地方，然后按2到3下，用这个模式呢去解决我皮肤深层的色素问题，来预防斑点。哦，对，说明书上有特别提到，黄褐斑是不能直接用这台机器去打的。如果你脸上有斑点，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先去诊所，先让医生评估一下，看看这些斑点的状态到底是什么，再来选择你应该使用的保养方法。那像我刚刚说的这一套我习惯的保养模式，一整套下来差不多也就是10分钟以内就完成了。那我特别会加强的是，因为我最近去爬山，有很多的户外运动，手臂跟腿都有认真的防护，但我有个地方我忘掉了，就是我脖子的后面，所以导致我现在有点2节脖。那我最近呢就常常会用这一支去打我脖子上
上面比较黑的位置。反正就是洗完澡没有穿衣服，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哪里需要打哪里，这一支就全部都可以打完。第4题呢，也有非常多的观众问，就是美容仪会让皮肤变薄吗？从我自己用美容仪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包含去医美诊所做的一些管理来讲，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任何会作用在你皮肤深层的一些保养方法、管理方法，不管是处理黑色素的问题，还是去刺激胶原蛋白，这些方法呢都会加速我们皮肤老废角质的脱落，然后让整个皮肤去做一个更新。所以呢，在短时间内，皮肤的角质层确实会变得比较薄，然后让你的皮肤更加的脆弱和敏感。这种状态呢，其实是非常短暂的一个修复期，而不是你的皮肤真的被削薄了，或者是受到了伤害。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刚刚讲的，跟着说明书去做，千万不要超过建议的使用次数，不要为了追求效果一天去做非常多次。再来呢，不管是你在家里用这样子的美容仪也好，还是你去诊所去做一些光电类的管理也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防晒啊！重要的事情要讲3遍。我在网络上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去诊所做了一些雷射光电类的保养之后，根本就没有效果，而且反而皮肤变得更黑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讲的，我们整个皮肤在做完这样一系列的管理之后，会变得更加的脆弱，更加的薄，它会比平时更敏感，就很好理解嘛。因为你的皮肤正在把你老旧的皮肤退换掉之后，长出一个新的皮肤，这个新的皮肤就像娇嫩的新生儿皮肤一样。那为了保护这一层嫩嫩的皮肤不要受伤害呢，我们的黑色素细胞就会疯狂的产生黑色素去吸收紫外线，让原本做完管理应该更漂亮更亮的皮肤呢，反而变得更暗，甚至长出斑点。那关于防晒究竟怎么做啊？今年已经出了心得了，没有看过的观众记得看这一集哦。再来下一个问题，做完超光炮之后要怎么护理？那除了要认真防晒之外呢，官方其实是有建议你每一次用完之后要去使用一个面膜来做一个冰敷。但我个人就比较的懒散，就是我有时间我就敷，没有时间我就不敷。但是呢，在后续的保养品上，我就一定会去选择保湿还有修护的产品。像有些刺激性比较强的产品，在这个阶段我就不会去使用了。面膜呢，我也会去选择保湿还有舒缓功效的。以我个人的经验，还有我身边的人的一些经验来讲呢，像这一类雷射光电类的产品也好，或者一些管理也好，你后续最重要的就是保湿加上修护还有防晒。如果你没有做好这些呢，就会让你的皮肤长期处在一个受损的状态。那比较严重的状况呢，就会让你的皮肤的屏障受损，长期下来呢，就会让你觉得皮肤好像越来越薄，越来越敏感。好，大家集中的问题呢，大概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一些了。我想我刚刚分享的这些心得还有答案呢，也可以帮忙大家在选择还有使用美容仪的时候呢，有一个更全面的参考。那这一类美容仪产品呢，就像我们的手机还有电脑一样，有非常多的选择，然后也一定会更新换代。我觉得大家在选择上可以选择旧的产品，你也可以一直去追逐最新的产品。那像我自己最早一支美容仪，其实到现在买来已经10几年了，到现在还在服役中，它还没有坏掉。因为我觉得针对美容仪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坚持使用，正确的使用，这样呢才能把当下的功能在我们的脸上发挥最大的价值。那我也把 YouLike 长期有效的折扣码还有购买链接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就可以自行取用咯。第3个我常常在夏天会去做的外在的保养呢，就是使用一些清凉的保养产品，尤其是在运动完或者你下班回到家浑身黏糊糊很热的那个时候，用这种清凉的产品洗完之后会比普通的产品更加的舒爽，全身的皮肤都会有一种在呼吸的感觉。我自己常常在用的呢，就是我之前在 iHerb 买的一个叫 Miller，不是很确定它是不是这样叫的，这么一支迷迭香薄荷的护发精油。那这支精油它可以用在头皮上，也可以用在头发上。每一次我整个头差不多会用5泵左右，这样小小的一支400多块钱，我可以用很久，而且它的香味也非常醒脑。我在夏天真的是非常的热爱。第4个夏日外在美的小习惯呢，就是全身水润的保养，就是要多喝水。我好像每次都要说多喝水，大家可能听起来觉得非常的无聊，但是每天喝足水绝对是 CP 值最高的保养方法，没有之一。我最近爱上一种风味的水，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喝白水的观众的福音，我很爱。我现在就在喝，保温杯里就有，我给你展示一下，枸杞加上红枣，然后加上黄芪，加上西洋参片。我自己呢每天早上是把这些中药材放在我的保温杯里，就是随意抓一下那个比例，再用开水加到一半，然后等它有点泡开之后呢，我再加凉的水，这样我就一整天可以喝到这个温温的，饱含着东方神秘草药文化的这个水。好养生，逐渐中年。保温杯里装枸杞。那我朋友呢就比较爆炸式养生，他早上起来就是煮一整壶，然后把那一壶全部都冰到冰箱里，他一整天是喝冰的。当然了，我觉得传统的中医师常常会跟你讲说不要喝冰的，但是我这个朋友呢家里是中药世家，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差吧，反正就喝到肚子里，按照你自己的口感、自己的口味。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水我喝完之后精神会非常的好，睡觉也很香，而且我喝这个水之后，我就发现我平时不需要再喝咖啡
来提神了。我个人的习惯是晚餐前我都是喝这个水。那大家可能会好奇，那晚上要喝什么？晚上我常常会加一杯柠檬水，因为柠檬水里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 C 嘛。那陈老师觉得很麻烦，他就直接喝那个维他命 C 的泡腾片。那里面如果加气泡水跟冰块的话，超好喝。夏天就是一边做好防晒，一边补充足量的维他命 C， 整个皮肤不亮都很难。那当然我也会再额外补充一些维他命 C， 我喜欢直接补充胶囊，我吃的胶囊我也一样放链接在下面。那要喝这么多水，你就一定要准备一个足够大的饮具，足够大的杯子。有一些人喜欢用透明的，然后像我就会觉得说杯子漂亮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我真的非常想要分享给大家，之前其实已经浅浅的分享过了。这个杯子是 Berga 的，我觉得它这个花纹实在是太夏天了，我每次拿出去都会仔细观察我的杯子，觉得好好看。而且它有2种喝的那个嘴，那个怎么讲？可以直接这样就口的，也可以用吸管。然后陈老师刚刚就是逼迫着我一定要分享他的杯子，他觉得他的杯子比我的杯子更好看。他选的呢是这样子瓶子的形状，有小马在，不对，这叫大马，野马，马在上面，这也很漂亮。好，我觉得你们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杯子，不论什么样的杯子，就是足够大的 size。你在一整天开始的时候，就把你的目标设定好。比如说我这样子的杯子，我就是要喝3杯，我就是要喝4杯。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你检查自己的目标有没有完成，就非常的直观，可以帮忙你更好的达成一天喝足够水的目标。第5个可以在夏天帮忙我们外在变得更漂亮的一个小心得呢，就是可以简单的做一个饮食的升级。因为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胃口通常会比冬天来的小不少。这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因为冬天嘛，以前远古人怕冻死，所以要多吃一点，免得自己在冬天的时候没有办法顺利过冬，储存脂肪，储存我们的脂肪。但在夏天这样的需求会相对少一点，所以大部分的人在夏天的时候胃口都会通常小一点。这个时候呢，你想要去做一些饮食的控制、饮食管理、减肥，都是很好的时间。我个人习惯呢，在夏天我就会更喜欢去吃一些非常清爽的食物，像我早上起来就会想要喝一杯番茄汁，然后在零食的选择上，我就会更加多的去选择一些高蛋白的小零食。我个人非常喜欢吃优格，我是把优格当冰淇淋吃的人，是那种没有糖的优格，就是我自己做的优格，然后再加上好市多买的那种莓果，还有麦片脆，加在一起之后真的非常的美味，而且蛋白高，热量又低。然后像陈老师前一阵子给我买了一个冷冻包的毛豆，我觉得也很好吃。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多去选择一些这种高蛋白，然后低脂肪，然后营养又全面的食物来当做自己的小零食。就在这个夏天，趁这个很棒的时刻来改变一下自己的饮食的方案，秋天收获一个更好的身材还有健康的状态。我刚刚说的长长的这一些，或者说你之前看到的夏日的保养计划，通常都是一些专注在外在的，但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是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内心蜕变、内心升级的方法，记得要看下去哦。我前一阵子看到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就是加州大学有一项研究表明，人每天我们的大脑要处理34G 的外部资讯、外部讯息，而这34G 的讯息里面有90%和你人生的主线任务没有任何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每天看起来忙忙碌碌的，看起来事情很多，大部分都不知道在忙什么。每天关注10条社交媒体上的热点，你的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会下降。但是呢，如果你每天专注自己的核心目标，脑内的神经连结的密度会提升。也就是说，你关注什么，你的大脑就会长什么样。大家如果去公共空间、开放空间，可以看一看、观察一下其他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拿着手机在那里滑，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状态了。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全民分心的时代。那在这样的时代下，拥有别人的注意力就是新型的社交权力货币。那在我们没有办法获取其他人的注意力的情况下，专注在你自己身上就是掌握自己人生的最好的办法。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在这个特别的时代、特别的时刻，可以试试看放下手机，试试看短暂的戒断社交媒体。当然了，要大家干坐着然后就不玩手机，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在我们的日常行程中安排时间去做这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觉得通勤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通勤大家通常会分2种方式嘛，要么你就是坐公共交通，要么就是你自己骑车或者自己开车。那坐公共交通，比如说你在坐捷运或者坐公车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段时间短暂的看看窗外的风景，构思一篇你自己想要做的一个文章，或者你对画画有兴趣，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做一个涂鸦，都是非常简单而且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事情。开车或者骑车就更加了，这个时间段你本身就没有时间可以一直拿着手机，
像有些人真的开车跟骑车还是可以用手机的，很可怕。我觉得不论是公共交通也好，还是自己的交通工具来通勤也好，在这个时间段有一个事情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做，就是听有声书、听 podcast 这样的小活动，可以非常充分的利用起这段时间。那除了通勤的时间的利用之外呢，也可以刻意的去选择一项运动或者你喜欢的活动。如果你是一个有运动习惯的人，我相信你应该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运动真的可以帮忙我们身体非常的多，可以让我们的精神更加的积极，让我们的情绪更加的稳定，而且在运动完之后，你会发现工作的效率也会提高非常的多。那如果你没有喜欢的运动要怎么办？像我之前也是真的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任何一项运动，那你就可以去找一项活动，比如说你很喜欢玩狗狗，你就养一条狗狗去遛狗。那你如果没有养狗的话，像现在有非常多的宠物咖啡馆，专注在猫猫身上，专注在狗狗身上，专注在那些可爱的小动物身上。然后就忍不住拍了猫猫的照片，然后又开始发 SNS。去完之后再发，那是按时间计费的，不是吗？总之呢，就是任何可以转移你注意力的事情都可以。再来可以戒断社交媒体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接近大自然。我开始这种简单的爬山运动之后呢，我发现气色真的有变好。然后我认识的一个中医就有跟我讲，我们常常在吃一些补药，但殊不知大自然才是最好的补药，大自然才是大补。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是可以体会这一句话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当然可以去爬山，你也可以去公园，你可以去散步，甚至你就是在阳台上或者在你的小花园里面做那些园艺，一切可以在户外让我们呼吸新鲜空气的活动，都可以帮忙我们断开一阵子的社交媒体。那专注在自己身上的第二大心得呢，就是别对每件事情有反应。在日常生活中有适当的抽离力，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自己，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把我们的专注力放在我们自己的核心目标上，放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八卦，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别人跟你讲的一些琐事，甚至一些情绪勒索。尤其是在社群，明明是在看新闻，看着你就滑到下面的评论，可能有一些评论跟你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在你看起来可能有点冒犯。相对这些事情，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必须要去做出回应。如果你是一个情绪非常容易受影响、非常容易被波动的人，我非常建议大家在接收一些资讯的时候，不要去看下面那些留言，就接收这个资讯的本身就好了。因为下面很多留言，你真的不是很确定，在他那个荧幕背后，他是人还是鬼。所以不要被这些外在的东西去影响自己的注意力，不要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反应。我常常收到一些观众关于自己感情的一些分享还有疑问，常常是在自己结束一段关系之后遇到的一些迷茫还有痛苦，有可能是恋爱的关系，有可能是朋友之间的关系。那我也想要借着这个主题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帮忙大家专注自己、专注当下的方法，就是学会挑剔。很多人可能都会教你感情不要拖，不合就要放，遇到不对的人要保持距离，但是究竟什么样是不对的人，大家有没有想过？这里呢就要不得不提到一本书叫《毕卡索传》，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描述。这本书里面呢就有讲到毕卡索有一个非常臭名昭著的特质，就是呢他可以吸光所有身边人身上的精力，甚至连毕卡索的孙女都讲说，毕卡索这个人，你只要跟他相处，他就会想办法像挤那个吸管里面那个颜料一样，把你身上所有的精力都挤出来。好可怕，听起来这个描述。如果你有机会可以跟毕卡索相处一天，在那一整天里面，不管你有没有很快乐、很 enjoy， 在这一天回家之后，你都会觉得说精疲力尽，而且会心神不宁。但是毕卡索就不一样了。毕卡索在跟你结束了一整天的相处之后，他就会回到画室，然后疯狂的作画，疯狂的挥洒从你身上吸来的精力。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我们姑且称之他们为社交吸血鬼。他是毕卡索也就算了，至少他是毕卡索。毕卡索的孙女也就算了，毕竟毕卡索财产之后会给他嘛，被吸血就吸血了，对吧？陪自己的阿公玩一玩多好啊！吸血换钱这样子 ，OK， 好，可以，就是你有些特殊的利益可以获取。假如你既干不赢这些吸血鬼，你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利益可以获取，那我就非常建议你在社交生活中可以去删掉这3类社交吸血鬼。第一类呢，就是每天跟你传播焦虑的人，每次见面他都在跟你传播焦虑。第二类呢，就是很喜欢点评别人生活的人，每次跟你见面都是叭叭叭在讲别人的事情。第3类呢，就是用自己的琐事来消耗你时间的人。有研究显示，在我们精简了我们的社交圈之后，我们的决策品质可以提升57%，所以真的非常的多。专注自己的第4个建议呢，就是拥有丰盛心态。丰盛心态这个词 ，abundance mindset， 最早我是在 The Secret， 就是那个秘密那本书里面看到的，是非常非常久以前，在我上大学的期间。这本书虽然整一本书都是建立在它前一本书就是吸引力法则这个基础之上的，但是事实上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大的章节，我甚至觉得它是贯穿其中的
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他说宇宙是丰盛的，只要你相信你值得，你就可以吸引来你想要的结果。这几年大家打开社交媒体，很多人都在说配得感，我觉得配得感跟丰盛心态之间它会有一定的差异。配得感它是在讲我不需要变得很完美，我不需要变得更好才配得起它，我现在就配得起它。但是丰盛心态它就会比较偏向于说，这个世界本身就拥有非常多的机会，我就算错过这个机会，我也还有其他的机会。这个世界它可以接受 A 的存在，它也可以接受 B 的存在。我们想要的一切都是被准备好的，所以不要焦虑，不要害怕，也不要急，不要犹豫。我们不需要急着去证明自己配得起什么，也不用和别人比较，你就专注在自己身上就好了。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鼓励大家更有勇气。当你有一个 idea 的时候，千万不要退3步，就觉得说别人已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了，其他人已经比我做得更好了，是不是我已经不要再去做这个事情？算了，我可能不会成功。不要害怕，不要犹豫，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丰盛，它可以接受别人的 idea， 也可以接受你的 idea。请大家记得，世界不会只奖励一个人，而是会奖励每一个愿意行动的人。夏日升级自己的第2个大建议呢，就是找回自己，要去做这个找回自己的练习。刚刚有说夏天是一个非常好的重启自己的时机嘛，之前在影片里也和大家分享过，我习惯去做一些笔记，然后就有一些观众问我说，这些笔记里面到底要写什么？而且究竟写笔记到底可以对我们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可以产生一些影响？今天带着答案来了，一个研究的数据，持续记录自己生活的人，在5年之后，他决策的速度会比那些没有记录的人要快3倍。这个比较对。快3倍，他就算错了也没关系啊，因为你慢也不代表你会对啊。有一个研究数据，每天花5分钟记录自己的情绪还有灵感的人，6个月之后，他的大脑前额叶皮层会比那些没有记录的人要增厚14%。刚刚我没有讲嘛，你如果每天关注社群媒体前10的那个热门信息，大脑前额叶皮层可能会下降18%，然后你现在持续记录会增厚14%，前后差了32%。大脑前额叶皮层增加对你带来什么样很明确的好处呢？它可以显著提升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你的共情力。所以就是你的工作跟生活都会变得更好，你整个人的知觉会更加的发达，也就是看起来会更智能。不要再看那些热点资讯是什么，专注在自己身上。那既然持续记录这么好，我们究竟要记录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你可以写自己的感恩小日记，也可以给自己写 debug 小日记，都可以。可以选择你自己习惯跟喜欢的那个方向，任何的记录对你来讲都是有意义的。美国的克林顿总统，他有一个小本本，他那个小本本上就会去记录每天跟他见面的那些重要人物，他们的那些习惯有什么，就记录在他那个小本本上面。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有一本自己的这个小本本，不一定是本本啦，你也可以记录在手机里面。如果你很喜欢拍摄，你很喜欢拍照或者拍影片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拍成 vlog， 不管是用笔记也好，还是用影像也好，我觉得这大概是普通人获取时间复利最好的方法。最后一个可以夏日提升我们自己心理状态的一个小方法呢，我个人真的是获利非常的大。这个方法呢非常简单，叫音乐情绪管理法。有一些歌曲歌单，把一些特殊的频率为主，做了一些我们不能称之为音乐，因为它其实有些东西根本就没有旋律，就是会有一些声音，然后你就持续的播放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情绪会更加的稳定，然后甚至会发现你的精力会更加的充沛。我不知道这个缘由跟原理究竟是什么，我有看到过坊间的一些传闻，但我还没有去查证他们的可靠性到底有多少。可是以我个人来讲，听这一些特定频率的乐音，不是音乐，是乐音，真的会让我整一个人的情绪会受到非常大的好处。我也把我听的这一些我喜欢的歌单的连结，我就把它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听听看，看看你们听完之后是不是跟我一样有受到这种很正向的影响。你可以把你那个颂钵的给大家啊，对，还有颂钵，我最近很喜欢听颂钵，就不用人手在那边颂了，就直接一键播放 Apple Music 就帮你颂钵。好，以上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今年的夏日升级计划。明年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什么小方法。那今天大家看完之后，最想要升级的是哪一块？最感兴趣的是哪一块？欢迎留言让我知道。希望大家在夏天建立一个新的习惯之后，到明年的夏天可以收获一个更不一样、更好的自己。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还有点点热推啊。如果热推没有的话，如果没有热推的话，就记得分享哦。我是安娜，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聊，下周4我们再见啦，拜拜。